Hey Siri， Hi James，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你会不会做影片？以下是一些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你会不会影片，请看。教我怎么做出有人要看的 YouTube 影片。YouTube 尚未支援 Siri 执行此功能。Hey Siri， 需要帮忙吗？我觉得你好废，你除了会刷存在感，实际上你什么都不会。James， 你才废，你全家都废，你的频道更废，根本没有人看，而且没有人爱你。我只是不想跟你计较，我只要透过各种演算法、大数据与机器学习，信手拈来，随便都是100万等级的热门影片，看你可怜。今日我有缘，我可以破例教你，不过我只示范一遍，你能学多少就学多少。正在透过搜寻引擎与大数据资料分析中，转档完成，取得 James 彭频道上传权限，影片上传中。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黑，咱们今天来讲，如果没有月球，地球会怎样？就没有粽子好吃。你是想说没有月饼吧？在太阳系45亿年的历史中，地球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太阳旋转，周而复始，从不停歇。然而，地球并不孤单，因为它有着月球的陪伴。月球是地球众多卫星中体积和质量最大的一颗。满月时，明亮的月光将照亮大地。月亮与地球上的生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人类的某些精神疾病、某些动物的行为，像是满月食狼嚎、农耕、女性的月经等等。啊呜！如果没有月球，世界上就没金钱症候群了。你还好吧？尽管这些联系在科学上并没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月球的存在确确实实对地球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没有月球，这对地球来说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们的世界将变得不可思议。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好哦，第一点，月球碎片与地球发生碰撞。假设存在一种武器能炸开月球，使之分崩离析，那么月球碎片将飞向四面八方，可能与地球发生碰撞。如果炸裂程度很轻，这些碎片会重新结合成一个新的月球；如果炸裂得很彻底，那么月球将荡然无存。如果炸得刚刚好，那么那些碎片将形成一个环状物，围绕着地球。炸裂陈子豪，一起炸裂陈子豪。由于地球大气层的存在，久而久之，这些碎片会慢慢脱离轨道，落入地球。但是这种撞击与我们担心的彗星撞地球不同，并没有那么可怕，它们也没有特别高的能量。它的能量不到彗星的1%，月球碎片将仅以1秒8公里的速度穿过大气层，然后撞击地球。虽然仍然具有破坏性，但相较于彗星是以每秒20公里到100公里的速度撞击地球，人类存活几率还是蛮高的。陈史官，只能我刺死他而已。刺死他而已。再来，第二点，夜晚的天空将变得更加明亮。一旦月亮和它的碎片消失殆尽，地球的天空中第二亮的天体也就消失了。第一亮的是太阳，太阳的亮度是满月时月亮亮度的40万倍，而满月时月亮亮度是金星亮度的14000倍。月亮的存在使原本处于第1级的暗黑天空变成第8级像是具有城市光害的天空，使得星星发出的光芒被掩盖了，因此也就看不到某些星座。如果没有月亮，反而每个夜晚的天空都黑的十分清澈明亮。那不就是天文爱好者的福音？对，但和你无关。第三点，日食将消失。日食的形成需要3个天体在一条线上，这3个天体分别是太阳、月球、地球。如果月球消失了，无法达到日食形成的条件，因此日食也就消失了。哦，反正我也懒得看。再来，第4点，月亮消失之后，地球上每一天将变得一样长。我们平时可能注意不到，由于月球的存在，使得地球在自转的过程中受到微小的阻力，久而久之，地球自转速度会慢慢减小，一天的长度也就慢慢变长。也许过了1-2个世纪，每天才多出1秒。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还是很吓人的。在恐龙横行于世的年代，一天只有22小时。恐龙先生，11年前，地球一天时长不足10小时。但是如果月球消失了，地球的转速就会固定不变，每天的长度都将相同，直到太阳毁灭。再来，如果月亮消失，地球上的潮汐将被削弱。地球上的潮汐主要是月球引起的，小部分是太阳的贡献。在满月和新月时，太阳、地球、月亮处于同一线上。此时，地球受到的太阳和月球的引力正好处于相反方向或同一方向，发生高潮。
剧烈颤抖是高潮。在上弦或下弦时，月球的引力对抗太阳的引力，产生低潮。在一个潮汐周期内，太阳、月球、地球三者的相对位置不一样，因此对潮水的产生就有不一样的影响。一旦失去月球，潮汐高度就会大幅减小。还有呢，如果月亮消失，地球的轨道倾角将变得不稳定。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平面的夹角约为23.4度，我们称之为轨道倾角或称黄赤交角。也许你觉得月球的存在与否与轨道倾角的大小没有联系，但是几万年来轨道倾角在22.1度与24.5度间波动，在此变化过程中，月球引力是其中的因素。如果没有月球这样的卫星，那么地球的轨道倾角的变化范围可达45度。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进，同一地区的气候不再是一成不变，南极和北极将不再长期风冻，赤道地区也不会长期温暖。没有月球，冰河期每过几千年就会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出现，就像长毛象一样，都灭绝了。对，猛犸象源于非洲，所以这一点就影响很大。再来，如果月亮消失，人类将失去探索宇宙的跳板。截至目前，人类是地球已知物种中唯一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登陆其他星球的物种。之所以能登陆其他星球，那是因为月球只离我们38万千米，一枚标准火箭就能在3天内完成这趟旅行，发往月球并回传信号也只需2.5秒。假如我们前往火星或金星，至少需要用上几个月，往返全程至少需要1年以上，通信时延也至少需要10几分钟。如果人类想更加深入地探索太阳系的其他天体，我们就少不了月球这个跳板的帮助。相信不久之后，月亮就会为我们的太空之旅做出更大的贡献。会不会那些其实反而是外星人阿努纳奇的跳板？这篇农场文有趣吗？感觉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